意挤进早八的电梯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，请所有乘客遵守规则，否则将被梯箱碾成肉泥。电梯急速上升，仿佛没有尽头一样。警报里开始不断诵念着难以理解的电梯规则。1. 电梯每5分钟启动一次，随即前往一个楼层，请留意数字信号灯。2. 抵达任意楼层，电梯门将持续开启5分钟，时间结束后强制关闭。若被遗落在电梯外，将被梯箱碾成肉泥。3. 本栋大楼共有18层，每层有各自的业务，请尊重他们的商业模式。4. 注意第7层、第16层极度危险，若不幸抵达，请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5. 若电梯信号灯出现-1层，恭喜你顺利抵达彼岸，请在电梯开门后迅速往前跑，直到规则全部介绍完毕，这刺耳的喇叭声总算停止，电梯也不再疯狂冲刺，让我们的心脏好受了些。数字信号灯不断降低，最终定格在了9。欢迎来到第9层海上捞火锅店。电梯门开之后，一股热气迅速冲到我们身边，混杂着香料和麻椒的味道。我惊讶地发现，我们身后的电梯不知何时跑到了远处的对面，空无一人，标注着5分钟的倒计时。而我们和电梯之间隔了一个巨大的火锅，我们就像变成了桌上的菜肴。火锅分4格，细细望去，其中3个都是冒着红泡的麻辣锅底，滚烫的油香风一样的往上窜，剩下一个则是清汤锅底，白水上冒着一丝丝雾气。每格锅底正上方都摆着一根筷子，如同独木桥。看这个意思，好像是要我们在5分钟之内通过独木桥走到对面的电梯里。正当大家犹豫不决，没人尝试上前的时候，一道粗粝的嗓音传入了我们的耳畔：新来的荤菜们，我提醒你们一点，每根筷子上至多只能承担4个人的重量，并且想要稳稳通过火锅走到对面，大概需要3分钟，所以尽快选择吧。如果不想被我吃到肚子里的话。顺着声音看去，竟有一个身形庞大的巨人，头顶着厨师帽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。他说的话应该就相当于本层楼的专属规则。我们这里有16个人，每只筷子只能承受4个人的重量，刚好分配均匀。紧张之中，一个秃顶的中年人率先打破了沉默，随后他指着眼前的火锅说道：这个清汤锅下面全是白水，要是不小心掉下去，或许还能游到对岸，但是那些红油的锅底下去了，恐怕就变成一堆骨头了。所以抱歉了各位，我要抢先一步了。随后他风一样的抢到最前面，率先登上了清汤锅底上方的筷子。眼见他已经摊开双手开始闯关，几位靠清汤锅底比较近的年轻人也赶忙争抢起来。4人的名额迅速被抢完，没来得及上去的人只能垂头顿足的暗骂。此时看见他们疯狂争抢，我只能无奈地挑了个最顺眼的红油锅，走上了筷子，一路缓缓前行。好在这趟关卡